大家好，我是龚敏敏，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一期讲到框架，并把流水线的每一个步骤都做了实验，现在可以把它们集成到一个系统里了。目前代码已经开源，链接在简介里，是 MIT license 的。这个项目集中了计算机视觉、图形渲染、几何处理、纹理处理、机器学习等多方面的知识，有的还不是入门级就足够的。所以接下去我会放慢进度，尽量用浅显的方式来说。有个需要注意的是，上期提到的要用的第三方库，大部分是研究人员写的。普遍来说，学院派研究项目自我要求非常低，只满足于算法是否 work， 什么算法有没有用，什么代码质量，什么鲁棒性，什么可扩展性，通通不在意。经常能看到大量不经思考就随手写，甚至随意 copy 来的代码。使用第三方库的过程中，对 license 的限制也很少，结果就是代码需要大量翻新才能用。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坑，我会重点提到。进入正题，上期说过，第一步是用 OpenMVG 做 SFM。OpenMVG 的 license 是 MPL2，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的代码。那就把那个脚本调用的 EXE 都找出来，参考他们的代码，写成一个包含 SFM 功能的类。每个步骤通过内存传递数据，不通过文件，而且很多时候都可以只用需要的参数，去掉不用的分支，代码可以简化掉非常多。对 OpenMVG 的修改也很少，这个过程很顺利，生成的结果是一个点云，每个相机的姿态、相机的内参，它可以把一些信息存成 PLY 格式。打开这个文件可以看到场景的点云，相机位置用绿色的点表示，其实可乐挂上没有多少点，简直少得可怜。接着要把这些东西传给 OpenMVS 生成 Mesh， 这个转换代码在 OpenMVG 里有，它能把 OpenMVG 的数据结构生成 OpenMVS 的文件格式。转换后多了一个目录，放的是通过相机内参校正过镜头畸变后的照片，所以可以认为这三项合起来是给 OpenMVS 的输入。接着 OpenMVS 有个麻烦事儿，它的 license 是 AGPL 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它的代码结合进来，甚至不能用进程间通讯的方式来绕开，只能每一步都通过文件调用它的 EXE， 这样效率会低一些，但没办法，不能违反 license。不过另一方面来说， OpenMVS 的代码质量很低，陷阱般的全局变量，到处都是红，遍布不规范的代码，上百个依赖库，用 EXE 来调用反而眼不见心不烦了。第一步 Density Point Cloud 把点云变密，刚才说过，可乐挂上没几个点，经过这个操作后，点就多得多了。第二步 Reconstruct Mesh 可以从点云连成一个粗糙的 Mesh， 没有点的地方就会缺损。第三步 Refine Mesh 会优化这个 Mesh， 通过图片上的信息尽可能补全 Mesh， 但是这一步非常慢，即便用了 GPU 都非常慢。最后 Texture Mesh 是把照片投射上去，给 Mesh 加上纹理，橘红色表示不在照片里，这就得到一个场景的 Mesh 了。这里有个细节，说是橘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颜色，而是一个范围。我并没有看 Texture Mesh 的实现，但如果要我做类似的东西，我会用 Recasting 的方法，在每个点上发射多条光线，打到照片上采样，平均后得到这个点的颜色。如果同一个点发出的光线有的打到了，有的没打到，就会把橘红和其他颜色混合，产生略有偏差的颜色。我有随手拍了几张狗子的照片，用现在的流水线很容易能合成一个 Mesh。接下去就把 Mesh 交给渲染器，得到多视角图片。这里的渲染器是我从第3、第12封装出来的，它可以做渲染，也可以做计算。Instant Mesh 能接受的分辨率是每个视角320×320，但如果就用这个分辨率，会有很多锯齿。这里我直接把长宽都乘上4，得到16倍超分辨率渲染，然后用计算流水线做降采样，这样的结果质量高得多了。但这里比较讨厌的是，每次生成的场景 Mesh 有些随机的差别，中心点不在同一个地方，使得后面渲染6个角度非常困难，不会绕着我们要的前景物体，每次都得手工调整中心点。先不管这些，把渲染得到的多视角图送给 Instant Mesh 的第二步，让它生成 Mesh。Instant Mesh 是 Apache 的 license， 也能直接用。我这里是在 C++ 里调用 Python API 导入执行 Instant Mesh 的，
不是简单的通过命令行，所有图片数据都在内存里交换，不需要写到文件。它的输出是这么一个怪怪的 mesh， 可乐挂加个底座，但至少流水线都串起来了，能自动执行了。上期说过，不要按照 Instant Mesh 的说明来安装，这里讲讲原因。主要是其中这部 Triton 可以用来加速，只支持 Linux。这个说明里提到的 binary 是匿名俄罗斯黑客用没有公开的方法编译出来的 Windows 版，丢到一个论坛里来发布。这种东西能不算安全隐患？那么如果不用 Triton 有多少影响呢？对于小图来说没有提升，大图的话5到10%。对，就这么点儿。Instant Mesh 里的第二步，在4070 Ti 上跑一次也就14秒，就算10%也就 1.4秒。就为了这点牺牲安全隐患？不至于吧？随便优化个什么都能提升10%啊！所以不装 Triton 就是了，会打一个错误信息，然后照样跑，没影响的。目前为止，虽然流水线能跑了，但可以看到有3个问题。第一，我们得到的是整个场景的 mesh， 没法分离出我们要的物体。第二，这个过程时间特别长，尤其是 refine mesh 那步，会需要将近10分钟，这也太久了。其他步骤加起来也就2分钟，而大部分计算量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背景上。第三，强行渲染多个视角并输入 instant mesh， 结果很奇怪。这3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背景和前景混在一起了。如果用个 segmentation 的操作把它们分离开，只处理前景，就能同时解决这些问题。Instant Mesh 提到过去背景的库 RamBG， 就拿它来试试。它能生成质量很高的 mask， 而且 MIT 的 license 可以直接用。但是如果在流水线最开头就去掉背景，会有个显著的缺点。SFM 依赖于图片上的 feature point 来找对应关系。如果只有前景，那么 feature point 就会特别的少，少到找不到对应点的程度。所以 SFM 需要全图才够，而且 SFM 够快，即便处理全图也就几十秒，产生更好的结果给下游使用最好。正好 OpenMVS 的输入还可以包含一个 mask， 可以把要重建的物体标记出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方便。我们在畸变校正过的图片上跑一把 RamBG， 产生前景 mask， 再把这些都给 OpenMVS， 这就成功了。只有我们要的前景生成了 mesh。Refine Mesh 的速度提高到只要几秒钟，但是这个 Mesh 还是在 SFM 的空间里，不但上下颠倒，每次的中心点还会有一点点偏差。为了改进这一点，我们算一个 Mesh 的 OBB， 把 OBB 的中心移到原点，转成垂直向上，并把长轴规律化到1，把这些变化应用到 Mesh 上，就能把 Mesh 转正，并且总是在中间，因此也不再需要每次都手工调整渲染器的摄像机位置。现在可以看到，可乐罐的一些角度并不在照片里，尤其是底部完全没有数据，缺了一块。经过 Instant Mesh 之后，结果在预期内，只有罐子，该缺的地方确实缺，但至少是个完整的东西。就此，这个物体扫描系统的流水线算是从头到尾串起来了，跑一次大概2分钟。要记住，算法 work 了，只是整个历程的10%，剩下90%是工程方面的持续改进。现在能发现至少有2件事情需要做。第一，多视角渲染后缺少的地方，需要想办法补上。第二，上一期说过 Instant Mesh 生成的纹理质量很差，到不了实用的程度，这些都是需要立即改进的。下一期就来讲如何改进这些，欢迎继续收看，再见。